枸杞不要再只会泡水喝，以后把枸杞学会这样做，帮助很多男女朋友解决了大麻烦。这个是老祖宗们留下来的土方法，但是知道的人并不多。那么就跟着视频来看一看枸杞的这种做法吧。看完之后赶紧把视频收藏起来，试一试这种做法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坊。在做之前，我们先来说一说枸杞。枸杞我相信大家对它都非常的熟悉吧，它的用途真的太广了。平时常见的就是用枸杞来泡酒、泡水、煲汤或者熬粥等，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极高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人到中年不得已，保温杯里泡枸杞。就从这一句话当中就能说明枸杞的营养价值有多高。首先准备一把枸杞放入碗中清洗，当然了，清洗枸杞肯定少不了面粉，这是因为枸杞表面凹凸不平，很容易藏纳灰尘，而且在生长、采摘以及晾晒过程当中没有经过任何处理，因此如果直接用清水来洗是洗不干净的。而我们加入面粉，这样可以很好的把枸杞表面的灰尘给吸附出来，因为面粉它的吸附力是特别的强。因此以后无论你把枸杞拿来泡水、泡酒或者怎样使用之前，我们一定要用面粉来给它抓拌，如抓拌成这样，粒粒都被面粉包裹住就可以了。然后先加入少量的水，再用你发财的手开始慢慢的清洗。这时候你就会明显的看见洗出来的水特别的脏。而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平时在用枸杞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经过清洗，其实那样是不卫生的。就算是再有营养价值的食材，在使用之前我们也一定要用正确的方法给它清洗干净哦。最后再加入大量的水，把枸杞淘洗。现在可以看见水是不是特别的浑浊？当然洗枸杞的同时，我们也可以将里面枸杞如这种黑色的，那是表层被破坏了，可以将它给拿出来扔掉。最后用漏勺把枸杞过滤出来，然后再用一大勺水把枸杞给它冲洗就可以了。通过这种方法洗出来的枸杞，它特别的干净，面藏纳的灰尘都已经被清洗出来，就可以放心使用了。接下来铺上一张纸巾，然后把清洗干净的枸杞撒在纸巾上。这一步是为了将枸杞表面的水分控干。当然叠加在一起的枸杞我们可以用手给它扒拉开，像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然后用上另一张纸巾把它盖起来，用手轻轻拍打，这样在上下两张纸的作用下，枸杞表面的水分就会被纸巾给吸收掉，这样就达到了去除枸杞表面水分的作用了。当然也不需要太久，直至枸杞像这样不滴水就可以了。最后把控干水分的枸杞给它倒入碗中，碗中一定不要有水分残留哦。接下来准备一瓶陈醋，
像这样的酿造陈醋就可以，千万不要把陈醋只是当做调料品来看待哦。当然，如果你家里没有这样的陈醋，也可以用香醋或者白醋代替。当然，用陈醋效果会更好哦。最后，只需要将陈醋倒入枸杞当中，让所有的枸杞都浸泡入其中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用筷子随便的搅拌搅拌。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。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支持和鼓励，谢谢。找出家里的保鲜膜、保鲜袋之类的，把陈醋和枸杞给它包起来，一定要让它们处于密封状态下来浸泡哦。因此，这里一定要把保鲜膜四周给它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包保鲜膜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软的四周这样给它拉紧。无论平时用保鲜膜来包什么，都要用这样的方法，才能包裹得严严实实哦。包好了之后，让它们浸泡2到3天左右即可。时间到了，将泡好的枸杞拿出来，开保鲜膜的时候可以就开一半，因为用过之后我们还得再这样给它包起来。当然也可以全部撕掉，到时候再换上一块就可以。现在来看一看用陈醋泡出来的枸杞效果怎么样吧。可以看见，经过浸泡之后，枸杞每一粒都已经被泡得发胖了，这就说明它当中吸收到了足够的醋汁，也已经达到了我们想象中的效果。而我们这里吃法也简单，只需要陈醋1勺，放入杯中，可以加入一点点白糖来中和一下陈醋的酸味儿，最后用温开水来冲泡就可以了。因为枸杞经过3天的浸泡，它当中的成分已经被陈醋浸泡出来，所以这里用温水即可。当然，在喝之前也需要用勺子将里面的白糖搅拌至融化，这样一杯陈醋枸杞水就泡好了。当然，个人建议在晚上喝，每天喝上这样一杯，坚持喝你会有惊喜和发现哦。有很多朋友我相信都知道它的作用，那么你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，这里面可包含了老祖宗们留下来的智慧和结晶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点关注不迷路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